了，银子全丢了！不好了，银子全丢了！快！你快！快点！快！ 胡捕头，进！哎，走，快点，来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走！快点，快点，走！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20万两库银失窃，加州知府衙门这么多官官吏吏，都是吃闲饭的。圣上，此事原起于州官失检部署失职，应追查加州主要官员之职责，严加惩处，以示后人。动辄拿人，却没有别的招数。惩办官员有什么用？20万两银子才是最大的损失。眼下军饷十分紧缺，官员的俸银也是入不敷出。6部大臣整天吵吵闹闹，为此事叽叽喳喳，没完没了。这下倒好，20万两到手的银子又没了。圣上，赶紧派得力官员下去追查，缉拿盗贼。对，圣上，让我去吧，带上几千人马，将加州铁桶般团团围住，人人过关，户户搜查，什么样的江洋大盗也休想溜掉，必能手到擒来。许爱卿，你看如何？圣上，史大人雄心可嘉，但是调兵遣将，兴师动众，必经不易。臣以为可急调湖南提刑宋慈入京，任京畿提点刑狱之职，前往加州协助当地官员查办此案，捉拿盗贼，追缴失银20万两。哼，宋慈，不就是你的那位女婿吗？薛大人可真是举贤不避亲呢。啊，我听说你的这位女婿喜欢摆弄死人骨头，还喜欢在公堂之上夸夸其谈。可这捉拿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，他这位只会玩弄鸡鸣狗盗小花招的提刑官，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呢？宋慈在外省屡破奇案，朝廷上下也都是有目共睹啊。宋慈放外任做提刑已有多年，查案断狱手段高超，让他来查办加州失银案，当为合适人选。至于加州提点金鸡刑狱一职嘛，且待此案查下来再说。各位以为如何？圣上，可一个外省的提刑官到加州查案，这名不正言不顺呐。这好办，朕下一道旨，让他奉皇命异地查案，这不就名也正，言也顺了吗？臣以为这是上上之策。着令，湖南提刑宋慈，即克赴加州查案。驾！哎呀，这个干累。就吁，大人，过了这个界碑，前面就是加州地界了。好，去前边看看。好，驾！请问，可是宋提刑宋大人？正是宋慈。小的是加州衙门书吏孟正文。好好一条官道，怎么会被阻截了呢？大人，因农田缺水，急于引水灌溉，所以才破路修渠。
谁知挡了宋大人的路，小的特来迎接，请宋大人坐船去加州。坐船？对，小的已备好船只。宋大人，请吧。这船啊，真是豪华，倒是比观义客栈强多了，可就是没骑马来的痛快。我也是烦得很呐。你们这些男人啊，太不会享受了。哎，这船上的装饰多华丽呀，船外的风景多么秀丽，人这一辈子能享受几回啊？你们还心烦意乱。这加州发生酷淫失盗案，圣上亲令大人前去查案，想必是碰到了难啃的骨头。这是喜事又还不知道呢，亏你还有心情欣赏风景。大人，你说圣上为什么会派你来加州查这个案子啊？你说呢？这还用说吗？大人这几年屡破奇案，树大招风嘛。难道英姑还有其他说法？让我猜呀，一方面可能像捕头大哥说的，您的名声在外；另外一方面，恐怕您真的要感谢您岳父大人的举荐之功了。赵捕头，去把那孟书吏找来，说前面有埠头，我们下船上岸，骑马而行。宋大人，宋大人，宋大人，您看这两岸的风景。孟书吏，这船行驶得如此缓慢，几时能到加州啊？这个，此去加州不过40-50里路，我想傍晚应该可以到达，赶上吃晚饭没问题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孟书吏，我此番来加州是来公干的，如此悠哉悠哉，岂不误事啊？大人，您先请勿焦虑。俗话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这行船自然比不得骑马快，可它稳当舒适啊。让大人您一路养精蓄锐，到了加州破得大案。大人，您等一下。来啊！站住！仔细了啊！这里面什么呀？行了，没事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搜查仔细了。站住！站住！这包里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。走。袁大人，就这样守着关口搜查，不一定能搜到赃物，捉得盗贼啊。人过留迹，雁过留声。我就不信这帮盗匪会从我眼皮底下溜走。哎，怎么还没见京城来人呢？看看包里什么？京城有谁来啊？听说圣上特调湖南提刑宋慈来加州协查官银被盗一案，今日必到加州。天色已近黄昏，怎么还不见人呢？大人，我看这船上好像另有名堂。什么名堂？难道他们还敢向我下黑手不成？黑手倒不至于，只怕他们会给大人摆个迷魂阵呢。大人，孟书吏，啊，船上怎么来了这些人？宋大人，只不过弹唱几支小曲儿，给你一路解解闷儿。你们都有什么拿手的曲子啊？有啊，你们先来个渔舟唱晚吧。等，宋大人，是不是这曲子不太合适？那换个开心点的。这位小姐，你请过来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怎么在船上做这种营生？大人，你既然上得花船，应知晓此中行情，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孟书吏，
原来这果然是条花船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位是宋提刑宋大人，奉圣命前去加州办要案。你们在宋大人面前搔首弄姿，该当何罪啊？我等以卖唱为生，从不做祸国殃民之事。就算大人手握生死大权，谅也不会拿我们这等弱女子开刀吧？你休得胡说！下去，坐回去。宋大人，这小女子性情孤傲，说话不知礼数，还请您见谅。行了，你们赶紧换个曲子吧。不必了，孟书立。本官今天有幸坐的花船，有吃有喝，还有绝色女子演奏小曲，曲子雅致，人也风流，多谢你了。是我自己心情不好，辜负了你一番好心。哪里？但是前面要有河埠头的话，马上停船，我们即刻下船。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叫船靠岸呐！是。宋大人，一路上多有得罪了。宋大人，我代舅父范知州敬您一杯酒。好了，宋大人奉圣上之命来本州公干，一路上辛苦了。我先干了这杯酒，宋大人再喝。范大人既然抱病在床，这加州由谁主事啊？是不是袁杰袁通判？不，舅父偶然小恙，仍主持本州政事。今日卧病在床，由在下全权代理，不会误事的。哎呀，舅父，你病得这么厉害，怎么还硬撑着出来呢？这里自有外甥照应，哪会出差错呢？提点湖南刑狱宋慈奉圣命前来协查库银失盗一案，范大人多多见谅。哦，宋大人，请坐。你年轻有为呀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这酒是好酒要多喝几杯。恕老夫有病在身，不能起身相陪。周郎还有孟书立，你们陪宋大人喝酒要喝好范大人，我看这酒就不必喝了吧。银过，既然范大人抱病前来，那我们就谈谈精神矍铄，哪像什么有病的人。好，宋大人果然是爽快之人呐！谈吧。范大人，宋某既然为了加州库银失盗一案而来，那就请范大人谈谈案情，您看怎样？好。这几天范某为这件案子也是心急如焚，坐卧不宁20万两银子，一夜之间不翼而飞。苦见公孙健看似老实巴交，实则暗藏祸心，胆大包天，和江洋大盗里应外合，做下这等瞒天过海的事，实在是想不到范大人，不是说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了吗？怎么又……这正是老夫痛心疾首之处本来公孙健已经供出了一些情状，哪知一时疏忽，让他自杀身亡，真是……老夫本想拿住这伙大盗，再向京城禀报，可是通判袁杰未与老夫商议，就向京城禀报。老夫以为袁通判这样做很不妥当。袁通判所做并没有什么错误，此事皇上也十分焦急，特意派我前来加州，协同地方官调查库银失盗一案。怎么袁通判到此时还不露面？袁通判被派往外地，
正在巡查盗贼，尚未归来。哦，是按照老夫的旨意，泉州所有官员分都去，八乡四野交通要道，缉拿凶犯，凡车船轿担一律盘查，真可谓布下天罗地网，必能把盗贼捕捉归案。哦，宋大人，你若能助我一臂之力，从京城驻军中调得几千官兵，把嘉州全境团团围住，搜寻盗贼，老夫当万分感激啊！范大人，调动京城官兵可不是宋某力所能及啊。不过宋某倒是以为捉拿盗贼固然着急，但是范大人还是应该从这府衙内部细细盘查做起。宋大人此话的意思是，既然说这个公孙健勾结外贼，那其中可有同党介入此事吗？这个不会吧？那这么说，您没有从内部详细盘查？这个老夫倒是并未想到这一层。范大人，恕宋某直言，我以为此事还是应该从内部查起。您看呢？宋大人果然是年轻有为，虑事周密呀。不过，舅父，您别急，别为这点事儿伤了身体。老夫有点支撑不住了。不就是20万两银子吗？何必追得这么急呢？逼出人命来，谁管呢？范大人可是当今圣上的人，是皇亲国戚，说话好大口气。把范大人抬回去。20万两银子还不当回事？宋大人，您看您也辛苦一天了，要不是否该歇息了？是吗？该歇息了。让小的带您去旅店吧。不急，嘉州大狱离这儿可近呢。这个远倒是不远，可是小的怕那看守监狱的狱吏不在。孟书吏，宋大人不辞劳苦，愿意挑灯查案，你推三阻四的，倒像我们心虚似的。宋大人，您不是想去大狱吗？走，我带你们去。请。公孙健就是在这儿撞壁而死的吗？正是。说起这事儿，我到现在还后怕呢。那天我刚一入狱门，那家伙就像一头野兽似的扑了过来，张着血盆大口，2只眼冒着绿光，伸手就掐我的脖子，张嘴咬我的肉。当时幸亏我在旁边有东西挡了一下，周师爷才免遭祸殃。可谁知道那人一扭头，就向墙上撞去，顿时头脑开裂，脑浆和血水洒了一地，立马就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公孙健是什么时候被捕的？那是在库银失盗的第2天晚上。想必公孙健是做贼心虚，害怕查到他的头上，于是趁着月黑风高，连夜潜逃出城。大人幸亏袁大人有所提防，派捕快紧追不舍，将其捉拿归案。事先范方范大人没有怀疑到公孙健有作案动机吗？这也未必。失盗前后，我舅父对公孙健有所怀疑，故而在袁通判抓捕公孙健之后，就下令连夜审讯，追查失盗官银。宋大人，在下这儿有一份当时的呈堂供录，请宋大人查阅。
宋大人，请。公孙健的口供就这么几句话？千真万确，大人，在下敢以脑袋担保。审讯的时候我一直在场。这个人嘴硬得很，怎么打他、逼他，也就说出了这些。他承认与盗贼勾结，劫走了库银，可打死也不肯说这些盗贼叫什么、姓什么、在什么地方。盗贼的容貌、长相、赃银藏于何地，也一概不知。是啊。那看来此案是由江洋大盗所为，已经铁定如山了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捕获这些江洋大盗了。是。宋大人所言与知州范大人不谋而合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是吗？宋大人，您还有什么要看的？对，我要看一个人。谁？公孙健。这人已经死了呀。重大要犯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恐怕有点麻烦了。怎么了？难道你们已经焚尸灭迹了吗？没有。这公孙健是自杀而死，有目睹人证。仵作验尸之后有验状在录，何惧之有？不过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尸体已经腐烂发臭，实在是摆不住了，这才随便找了个地方挖坑埋了。那就找到那个埋尸人，去随便找的那个地方把尸体给我挖出来，我要重新检验。大人，这什么？快去办！是。宋大人，您要的东西已经摆在那儿了，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吧？慌什么？站在一旁。宋大人，这尸体该验完了吧？对，验完了。那就让他们把尸体埋回去吧。公孙健什么身份？多大年纪啊？这个公孙健嘛，此人是一介书生，土头土脑的，大约有37、8岁，或者40出头。那你给我这具尸体，50开外是个务农的老翁，而且半个月之前死于膨胀病。你是想看看我的眼力，还是别的什么意思？这宋大人，小的哪敢欺骗您呢？这分明是手下人。吴奎，你是怎么搞的？这是他们埋的，这尸首也是他们挖出来的。我哪知道他们是真是假啊？你吴奎，怎么回事？袁大人，什么怎么回事？死者根本不是公孙健，而是半个月前病死的老农。你们用这种障眼法欺骗宋大人，太可笑了吧！宋大人，在下是加州通判袁杰。袁大人，你我同科进士，何必这么客气？袁某这几天都在外乡追捕逃犯，我没想到他们竟敢在你面前玩这套把戏，真是惭愧惭愧。哪里？怎么回事？周师爷不懂，你身为狱吏，难道也不懂啊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宋提刑，赫赫有名的断狱高手。你有几个脑袋？弄一具假尸体在他面前玩什么花招？袁大人，在下实在不知道其中有无啊！这张小武、赵家，你们过来！大人，在袁大人、在宋大人面前，你们自己交代吧。大人，那天黑灯瞎火的，实在记不清楚了。我们埋人的时候，只记得附近有几株大松树啊，其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来呀，把张小武和赵甲
拉下去各打50大板，打完之后不得疗伤，让他们继续寻找公孙健的尸首。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把他们的家眷立刻关进大牢，什么时候找到尸首，什么时候放人。大人，饶命啊！走，大人。袁大人，打完50大板，屁股烂了，不得疗伤会送命的。周师爷，你在袁大人面前求求情，饶了他们吧。你们自己手下人做的傻事，我才懒得管。袁大人，他们2个不知轻重，办事没分寸，求袁大人饶过他们一回吧。饶一回，一回都饶不得。库营被盗，加州已经丢尽了脸面，今天你们又在宋大人面前出了差错，怎么会饶了你们呢？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还有你，我要禀报知州大人，把你降为副职，扣你半年的俸禄。袁大人，你就饶过小人这一回吧。胡捕头，你留下来收拾现场。宋大人，请吧。袁兄，请。一转眼，你我有10年未见面了吧？袁兄，光阴似箭，青春易逝啊。是啊，当年年少气盛的电视探花，如今当上了威风八面的提刑官。今日相见，都不敢认了。哪里，袁兄啊，你还是那么精神气爽、精明强干啊。听说你在加州干得很不错呀。嗨，干得好坏，又能怎么样？咱们不提他了。宋兄初来加州，咱们还是找个地方坐下聊聊。哎，要不先去寒舍？这个怎么了？京城派来的提刑官，嫌我家粗陋难耐，不堪入座吗？哪里？既然袁兄说了，我们就去坐坐。走。好。宋大人请进。袁兄请。来，请坐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剑内助士。嫂夫人好。宋大人好。里边请。您请。通判官就喝这种茶呀？袁兄啊，您身为通判还能如此清贫，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！袁某出身贫寒，眼下这样比起过去已经是好了很多，袁某已十分满足了。袁兄还是教子有方，贵公子自幼便勤奋好学，将来必有大出息啊！哎呀，没有，宋兄过奖了。小儿好学的确不错，但是功劳却是剑内的。说来惭愧，袁某入仕以来，整日在外操持公务，无暇顾家，一应家务及育儿的事情都是剑内照应。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这就是家有丑妻的好处啊！是，贫贱夫妻最见真情啊！来，请。袁兄啊，你看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宋兄啊，宋兄光临寒舍又正值正午，在我这里吃顿便饭，不会有讨好京官之嫌吧？袁兄，您简衣素食，粗茶淡饭，本不敢打扰。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留下来吃这顿饭就是了。好，寒舍就2只酒盅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哦，你稍等，酒。主事，来，去打一壶酒来。袁兄啊，我看这酒就不必了吧？你我都有公务在身，需心智清明才是啊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咱俩乃同科进士，10几年得以相聚，怎么能有不喝的道理呢？那我们少喝一点，少喝一点。来，请。哎，你顺便买一只猪耳朵给宋大人下酒。好。二位，来这边请。袁大人，你这小儿子真不错，小小年纪就写得一手的好字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陈述列章。好啊，真好啊！你说这字儿写得好，好在哪儿啊？这个什么就是写得好嘛。你看这一笔一画的，反正比我写的强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
哎呀，宋兄光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元兄，干！干！元兄，现在该我敬你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宋大人是掌管生杀大权的人，此番又是为朝廷办案，怎么能敬我这一个小小的通判呢？元兄，这就是您的不是了。继续同科之谊，何必提什么官职？来，元兄，干！好，干！好，请坐，坐吧。坐。元兄啊，想这嘉州乃是繁华之地，你身为通判，还能身居陋室，自甘清贫，何况家有贤妻，相夫教子，经久不变，宋某佩服之极。为此，我再敬元兄一杯。来，干！宋兄这番话，袁某感激万分。如是一来，袁某是辗转3地任职，终于职守惨淡经营，在嘉州任通判数年，幸得民情地丰，赋税连年大增，称的是富甲一方啊！不敢说劳苦功高，也无愧于朝廷，无愧于百姓啊！元兄，您这是？不怕宋兄笑话，袁某寒窗攻读之时，家中贫苦，夜深天寒，饥寒交困，贱内就用炭火铁签给我炒一把豆子，放在布中，揣在怀里，既可充饥，又能取暖。时长日久，缺了它不可。今日让宋兄见笑了。元兄啊，我来嘉州之前，就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你的通商理财之功。到这儿一看，宋某心服口服。更难得的是，你还能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实在是难得呀，元兄。哪里哪里，宋兄一番话对我的评价，我也不知该如何说好。来，我再敬宋兄一杯。哎，元兄，这杯酒咱们就不喝了，都有公务在身，需心清意静才是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酒逢知己千杯都嫌少，你我同科进士10几年不能相聚，今日一见，多喝几杯还算得了什么？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吧，元兄，但是宋某不胜酒力，这杯酒我请赵捕头敬你。来，赵捕头啊，替我把这杯酒跟元兄干了。宋兄，你改日改日。好，干。元兄，这次我来嘉州，还望你鼎力协助，你我兄弟联手，方能早日破案呢。宋兄啊，嘉州知州范大人仗着靠山硬，独断专权，刚愎自用。啊，不说了。你想，出了这桩惊天动地的大案，报到了京城，圣上对这位远房的国舅爷竟没有半句的斥责之词，反倒我这个报信人落个不是。庸官误事，国力难振啊！元兄，您说的话，宋慈心中自明。但是元兄，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颓丧畏惧，更应该振作心志，再接再厉，为百姓社稷尽力才是啊。宋兄所言极是。听说宋兄此番来嘉州，路上还有个小小的波折，嗨，让你们坐了一趟花船，还骑了一回毛驴，真有此事吗？一桩小事，不提了。你可知道，那官道原是畅通的，袁某正守候在那路口上。你我当日本可以在路上相遇，那么一折腾，就耽误了半日功夫。天黑才到嘉州，就把公孙健埋得不知去向了。这其中的缘由，
你可知道一二了吧？原来如此啊！袁大人，哎呦，宋大人也在啊。王师爷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不知道两位正在喝酒，扫了二位的雅兴，不好意思。不过两位大人在谈案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瞒着知州范大人呢。王师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我们俩是私下串通啊！王师爷，我想你跟袁通判应该是有公事要谈吧？不好意思，袁大人，是这么回事，镇守南乡的2个官员来报，接住了2个嫌疑犯，希望袁大人前去查询。不过两位正在密谈，那就当我没说，啊。宋大人，我公务在身，那就告辞了。袁兄有事先忙，我们一同走，走吧，请。这大人，这里的人怎么这种眼神？当我们是偷鸡贼啊？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呀？你是说这里的人被吓怕了？行了，别说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小兔子白又胖，抱回家做新娘。白天与儿捉迷藏，晚间陪儿入梦乡。乖儿子，睡着了，小嘴还巴着巴着的响。英姑啊，这疯妇该不会是公孙健的老婆吧？小白兔，买线嘞！买线喽！你好，请问有5色的花线吗？有，请问小姐要哪种颜色？哦，对了，那个女的怪可怜的，是这儿的人吗？这疯妇啊，原来是这家的，人挺好的。以前买我货的时候，都多给我几个铜钱。哎，不说了，你挑好了没有？啊，谢谢啊。这位大嫂，买线嘞！公孙健是为什么被抓走的？他一点都没跟你说吗？嘟嘟家，买线嘞！嘟嘟家，嘟嘟家，嘟嘟家。这位大嫂，我是京城派来的官员，专门来调查库银失盗一案的。何方来的妖孽，敢在我和仙姑面前耍赖？铁面铁将，快把他给我拿下，打入18层地狱！嘟嘟家，嘟嘟家。宋大人，已经给您备好了50的酒菜，不想您转到了此处，真让我好找啊。这就是公孙健的住宅吗？正是。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可以，来，开门。宋大人，你这儿坐。哎，请。请坐。
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呐。嗨，这是孔夫子《论语》当中的句子。这公孙健真会玩虚的，说什么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可他偏偏野心勃勃，一下子盗走库银20万两。哎，宋大人，看出什么端倪了吗？哼，硕鼠，无食我黍。周先生，你看出什么端倪没有？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吧。抄家的时候有没有抄出什么赃物啊？这个，在下也不太清楚。哎，吴奎啊，在。抄家是你主事的吧？是。你知道吗？抄家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赃物啊。哎，宋大人，你看我们是不是找几个力大的壮汉，把这屋里屋外挖下3尺，说不定这里面还藏着一笔银子呢。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宋大人，还想去哪儿看看？回旅店，你也去吗？哎呦，子玉姑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疯子干什么呀？真是。来喝，来喝，请，来，咱们几个人都举杯。一个人来喝着。今天一醉方休。阿姨，给我捏个小人嘛！哦，好啊。好，捏小人哦！哎呀，走，回家去，围着孙子干什么？哎呦，宋大人！哎呀，周师爷，我发现我只要一出门，准能碰上你啊！宋大人，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我也想跟范大人聊聊啊，不知范大人身体可安好啊？哎呦，这恐怕不行，范大人的病情比前2天更重了。哦，昨天晚上咳了一夜，今天早晨还咳个不停。是啊，那自然就见不得了。公孙健的尸体你找到了吗？哎，公孙健的尸体到现在也没找着。那2个被袁大人打烂屁股的狱卒，在山里头爬了1天1夜，人已经半死不活了。范大人可怜他们，就把他们抬回去养伤了。那袁大人在忙些什么？他呀，据说昨天晚上又有密报，已查到那伙盗贼躲藏的地方，他连夜带一队人马赶到那儿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是啊，那我还能干什么？我只好在这儿逛逛大街。宋大人，你看，不如忙里偷闲，到聚丰园茶楼上听听小曲儿，调养一下精神。听小曲儿？哼，
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哎，宋大人，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。你听，这楼上的小曲儿唱得多甜。唱小曲儿的紫玉姑娘长得还不错。宋大人，上去看看。哎呀，曲调悠扬，微微无穷。对。你信不信？我要给他钱，他得给我唱。信不信？咱打个赌。不用打赌，不用打赌，我信。现在。哎呦，这位客官，不好意思，坐这边。哦，来，请。好，哎，您的茶来了。哎，好嘞。弹得真好。弹得好。你看那小手，转起来跟风车似的。哎，是不是兄弟？是。让少爷来点赏银吧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哎呦，几位大人，给点赏银吧。哎，谢谢，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位，请问一下，不错，值得给。刚才这个座位谁占的？怎么不让坐呢？嗨，这座是人家定的，不是谁都能坐的。定的座就不让别人坐，这也太霸道了吧！这位客人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袁通判可是个好官，为加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。此人没别的喜好，就爱听个小曲儿，每回听完必定付账才走。哪像那范知州跟马皇似的，见了便宜就占，不见血不走人。听说了没有？他那60大寿就做了2次。60大寿干嘛要做2次？怎么不是？按乡俗，男做9，女做10。他倒好，先做59，再做60大寿。这知州大人要做60大寿，这手下的属员和城里的商家，谁敢不去巴结他，不给他生人家？这送礼的队伍啊，在大街上都排成长队呢。哎，你们都觉得这个袁通判做官比那范知州做得好，是吧？没法比，好多了。袁通判可是个清官，不贪不沾的。兴范的跟他比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喽。这做官嘛，不在做的好坏，就看上头有没有人。范方是当今皇上的远亲，自称国舅爷，干得再差，还不是稳稳占着知州的宝座？听说了没有？州衙银库的官银一夜之间失到20万两，20万两啊！可报到京城上面，宋皇对范方一句责斥之词都没有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王法虽大，国舅更亲。丢失官银这事儿，你们都知道。嗨，加州不过是个弹丸之地，这事儿瞒得了谁呀？姑娘，你随本大爷走，单独给我唱，这10两白银给你，怎么样？请放尊重些。哎，别走，给你银子，给你银子都不要。小姑娘脾气挺大呀，说走就走，谁都拦不住啊。她可是这儿的名角，拿包银的。姑娘，怎么样？10两银子，这可是10两啊！哎，客官，您请啊，您请。哎，得。哎呀，诸位，对不起了，对不住了，
啊，紫玉姑娘身体欠佳，不能多唱啊，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下面这曲是名扬小曲，下面请小娥姑娘给大家演唱。小娥姑娘，请上场。行了，好了，哎，快一点吧。真是没见过唱的。各位，小娥姑娘唱的可是我们加州一绝呀！哎，下面请小娥姑娘演唱。哎，好，小二上水。喝好，告辞。哎呀，给。哎呀，这人疯了，真是可怜呐，连脏都不知道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我明明看见那个疯妇在这儿，可等我赶过来，人就不见了。不见了啊！大人，我觉得有点蹊跷。怎么蹊跷？他这2天好像老在我们住处附近转悠，可是又躲避着我们，不愿意和我们靠得太近。躲避啊？那这么说，他本应是心清的，或者是在隐藏什么，怕被别人发觉什么。难道他有可能是装疯？不是有可能，是太有可能了。金姑，你继续想办法接近他，可能会查出真相。记住，做事小心，尽量掩人耳目。我明白。看看，不是听说是那个什么？哎，这几个死人就是盗贼吧？是啊，听说他们把银库里的银子都盗光了。嘿，这下可把案子破了。就是啊，这些个恶棍不好好做人，去做贼做强盗，死了活该。对。大人，怎么样？宋大人，宋大人。哦，孟书吏。宋大人，袁大人请您一同去范大人住处商议要事。好，跟袁大人说，即刻前往。大人，哎呦，二位大人，二位来了，请，请随便坐，泡茶。坐。哦，袁大人，听说你把那伙盗贼一举剿灭了，可喜可贺呀！范大人，这都是胡捕头的功劳。还是请胡捕头亲自向大人禀报。胡捕头，你进来吧。各位大人，胡捕头，你说说，你是怎么剿灭那伙歹徒的？我奉了袁通判之命，带一队人马乘船在湖面上芦苇丛中转悠多日，千辛万苦，终于探准了盗贼的窝藏之地。
这么说，那伙盗贼一个也没有跑掉，全被杀死了。这帮家伙心狠手辣，个个都是亡命之徒。搏杀之中，我的兄弟也死了2、3个呢。范大人啊，宋某想问几个问题。哦，请。既然所有盗贼都被杀死，那这么说，那20万两官银一定也一并缴获喽？这个，我搜遍了盗贼的住处，只搜得少许碎银。什么？没有银子？哎呀，当初怎么也得留个活口啊！别急，范大人。袁大人，你看，虽说没有留下活口，但是已经有了重大收获。胡捕头，把那东西拿来，让2位大人看一看。这是我从一个为首盗贼身上搜出来的。宋大人，我看不明白这纸上画的是些什么意思。袁大人，想必你已经有所解了，那不妨说出来，让我等领教领教。2位大人，依袁某看来，这张图并不难解。哦，其实呢，这是一张藏银的示意图。你看，这图上画的是城墙，还有街道，可以看出，这些盗贼并没有把所盗的官银运到城外，他就地藏在了州衙之内。而且藏的这个地方，是人人想不到的绝妙之处。竟是这样。赃银还藏在城内。加州城那么大，大小街巷几十条，人10万余众，这银子藏在哪儿？怎么去找？这图上画了个衙门，还有个肥脸短须、头戴官帽之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袁同伴，你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银子藏在哪儿？这画上的官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真是！你发什么火呀？我又不是说你。你看我们这位知州大人莫名其妙的发火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这是不是病情加重的缘故啊？哼，我有什么病？我身体好得很，我头脑清楚得很。宋大人，你看看你这个同科进士，这不是诚心欺负人吗？范大人，别急，坐。别急，范大人。范大人啊，既然所谓的盗贼已经死了，只留下这么一张藏银图，那么只好寻图而查呀。那么图上也确实画了府衙和官员。袁大人，那么以我之见，您可能是想在府衙境内来一次大搜查，可是这样？宋大人真是足智多谋啊，跟我袁某判断的不谋而合。想必这些盗贼刚开始的时候，发现银两数量巨大，银子很沉，一时又来不及运走，他们就地藏在了州衙之内，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可以瞒天过海，藏于州衙之中。加州只不过是个弹丸之地，就是挖地3尺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明天一早立刻动手，不出2日，必有收获。你是说，在这府衙之内所住官员都要挨家挨户的去搜？范大人，州衙一带除了公堂厅殿，自然你我各个官员的住所还是搜一搜的好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搜查赃银，居然搜查到府衙的院内，
而且还要搜查我知州大人的府邸，这真是闻所未闻，莫名其妙。哦，宋大人，你说说，世上竟有这等荒唐之事吗？范大人，这个宋某也不好说什么。你范大人，您是不是跟那些盗贼有什么瓜葛呀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会跟他们？既然问心无愧，何惧一搜呢？范大人，如果州衙的各个官员的住宅都搜了，那便是一身轻松，无牵无挂。而后秉公行事，再搜查百姓的家，谁会有怨言？明天一早，我就带人搜查州衙的各个官员的住处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我先告辞了。哎，范大人，看来宋某也没什么事情了，那我也告辞了。他们是串通好了的，这是要我好看，要把我逼上绝路。舅父，我怎么办呢？公孙夫人，你别害怕，我是京城宋提刑的手下，我们来查库银失盗案的。你能对我说实话吗？你丈夫在这案子中究竟有没有冤屈？有，我想对你们说。好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慢慢说。你是哪来的小女子啊？你干嘛？半路拦截？你想干什么？公孙夫人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可是8仙中的何仙姑。走开！我是何仙姑。公孙夫人，我是何仙姑。公孙夫人。哎，你是宋提刑手下的吧？没吓着你吧？没有，天太黑，我认不得路了。遇上一个妇人，想问问路。那个妇人是个疯子，你跟她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去客栈吧，往那边走。这条道太黑了，你要小心啊。哦。大人想听什么？汉宫秋月还是霓裳羽衣曲？不，我想听十面埋伏。十面埋伏，好啊。
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这几日连续办案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大人果真是有志于担当天下的奇才吗？子玉，你想成为一代奇才的知音良友吗？人生在世，得一知己足矣。子玉若有幸成为大人的知音，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啊。子玉，这几天你过得好吗？还不是那样，只是你几日没来，心里惦记得慌。哎，今天我去聚丰园，那位姓宋的提刑也来听曲儿了。他不是京城派来查库银尸盗案的吗？你看你整天忙得团团转，他倒好，有闲情逸致去听小曲儿。人家是圣上派来的要员，不像我，一个小小的地方通判，上面还有权瘾很大的知州，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哎，子玉，我告诉你，宋慈与我是同科进士，这次到加州来办案，想必还能帮上我的大忙。哎，他没跟你说些什么吗？我以为他会上来跟我搭话，可是突然有一个不正经的家伙拿了10两银子要我单独为他唱，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恼了，就先走了。是啊，你唱得好，人长得也漂亮，难怪有些男人喜欢你，想亲近你啊。大人，在子玉心里，唯有大人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哼，等眼前这桩难事了结了，我一定再到聚丰园听你唱一宿曲子。人活着，要是自由自在、轻轻松松的，该多好啊！那你干脆辞官不做，当一个平民百姓，也许就自由自在了。只怕你心有不甘啊。这话你说对了。以我袁某的才华，胸有大志，怎能学那些雅士闲客？可是天不作美呀。当年我们进京殿试，我是榜眼，他为探花，而今人家成了提刑官，前途无量，深得圣上器重。可我呢，至今还任加州城这个小小的通判，受这个愚蠢的老朽范方的窝囊气，真是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你应该当忍则忍，能屈能伸，才是大丈夫啊。你知道人生苦短，可是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个头啊？你看我头上都有白发了。果然有白发了。我想你如此勤勉于政事，有朝一日皇上一定会重用提拔你的。好，借你吉言，我袁某得以功名成就，大展宏图，到那一天我不会忘记你的。不，大人，你应该把跟你过了10几年苦日子的妻子接到身边，好好享享福。到了那时候，子玉反倒该退避三舍，归隐山林了。子玉啊，你真是我的红颜知己呀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今天我去聚丰园的路上，看见公孙健的妻子面容憔悴地坐在泥地里，真是很可怜。我记得半个月前，他们夫妇俩还高高兴兴地到茶楼去听我唱曲儿呢。哦，公孙琪疯了，真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。
我跟公孙健是亲如兄弟。哎，上回还是我带他们夫妻俩到聚丰园听你唱小曲的。哎，隔壁有动静。瞧把你这个通判大人吓的，是隔壁在闹耗子，整天都是这样，闹得人不得安宁。哦，是老鼠啊。进！你们去那边，你去那边，挨家挨户给我搜。是，走，快点。各家各户听着，卑职奉命搜查，请将大门打开，容我等入内搜查。你到那边去，你到那边去，是，去那边，走，走，跟我来。开门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走，走，干什么呢？抬出来！我的箱子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能搜官员的家呀？这是谁下的令啊？是我下的指令，知州范大人也同意了。据被捕的盗贼招供，失窃的20万两银子就藏在州衙一带。我等住在州衙后院，不先搜一搜，如何去搜百姓的家？胡捕头，你带几个人先到我家去搜，快去。是，走。哎，胡捕头，你们不要拘束，该翻就翻，该挖就挖，我是不会责怪你们的啊！快去吧，走，走。快点！我的箱子！哟嚯！这位大人，看你平时看上去挺穷的，还藏着这么多好东西啊！这些想必不会是赃银吧？啊？赃银？谁说是赃银啊？这是我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。哎呀，你怎么搞的啊？哎，赔你一个！赔我？你知道这瓶子值多少钱？这东西值多少钱？行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赔得起吗？让开！你不讲理呀！让开！哎呦，你说你这个死老头子，你在这瞎转悠什么呀？也不过来帮帮我！那些个箱子沉得要命，快！哎呀，你就不能说话轻点儿？哎呀，现在要是有人突然闯进来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管他呢，走啊！去！哎，哼，真是！舅父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别急，来，坐。怎么样了？已经跟人谈妥了，时间就在今晚。子夜过后，他们就把船摇至后门。好。这怎么回事了？你们看看，这像话吗？您看，这么搜查行不？你干得不错，就得这么搜查，这样才能搜得彻底，搜得心服口服啊！哎，那个屋子里边搜了没有啊？是不是也得掘地3尺，仔细的搜一搜啊？来啊，给范大人搬把椅子。
胡捕头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！传范大人指令，这间屋子要挖地3尺，仔细的搜，绝不能放过蛛丝马迹。是，去吧，走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一定得挖得深一点，说不定啊，那银子埋在5尺以下呢。你们不必担心时间，今天院子搜不完，明天我们接着干。啊，对，既然要搜得彻底嘛，就不能怕这个多费点力气啊！干吧，好好干。今天我就坐在这儿，看着你们为国家出力，我高兴啊！范大人，袁大人，怎么宋大人没有来呀？小的刚到，宋大人正好要出门，说是公孙健的尸首找着了，还问2位大人要不要一同前去。一个烂得发臭的死尸，有什么可查可验的？这个宋提刑啊，阴阳怪气儿的，一点点屁事折腾来折腾去，他这是想干什么？范大人，你我是不是过去看看？哼，我才不去呢！哼，公孙健自知罪责难逃，才一头撞死的，死就死了嘛，还那么兴师动众的。我看呐，是宋提刑想显露下自己的验尸之术，那就请他孤芳自赏去吧。啊，哦，如果你想去捧场，那你去吧。啊，我就在这儿守着。范大人，那我也不去了。既然范大人身体不好，那就早点歇着，我留在这儿。你去看看宋大人，查验有什么结果，咱们回头再说。是。哎，周朗啊，你也去，看看那位宋大人到底能验出什么名堂。哎呦，太吓人了！哎呀，真够错。各位乡邻，我们要按大宋刑律验尸，请各位乡邻稍微回避一下。英姑，哎，验。哦。胸腹鞭伤无数，下腹淤青，肋骨折断4根，左臂打断。哎呦，怎么打得这么狠？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，骨头都断了，还能活吗？说起来，公孙健还是州衙这个官员呢，同时办官差的，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莫不是犯了什么大忌呀？不知道的呀。哎呦，越看越太吓人了，这个。口内舌头齐根而断。舌头齐根而断。周郎、孟书立在。对本官检验，你们2位有何解说呀？宋大人，小的觉得没什么意外吧？哦，你觉得他这种死法很正常吗？这个公孙健与江洋大盗内外勾结。怎么样，这趟买卖做得不亏吧？这可都是10足成分的银元宝。哦，好好看看。这事儿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你说吧，让我几时开船？一定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安排妥了，只等。行，你放心吧。来，袁兄，您这是？宋兄，今晚请你去个好地方，散散心啊。好曲子呀，听了让人心情愉悦，倦意尽消。宋大人，你说呢？袁兄，你问我呀？
元兄趁着夜深人静之际，约我到郊外，又是听曲又是赏月。元兄啊，我发现你的情绪特别高涨，是不是有什么大喜事？我没说错吧？哎，哪来的大喜事啊？你我是同科进士，啊，好不容易有此机会相聚，我就是公务再忙，也得做回东道主，请你享受一下加州的夜景。来，请喝茶。元兄，不对吧？敢问元兄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？宋大人，你想让我怎么安排？你是主，我是客，我当然是客随主便了。好，那我就给你透露点儿。稍等一会儿，有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，你我尽情在这儿喝茶听曲，静候好戏开场。果然有好戏，这个唱戏的角儿还来头不小呢。哦，好戏开始了。宋大人，请吧。元兄，我们去哪儿？你不要问，跟我走就是了。请。喂，把船划过来，靠边，靠到岸边来，听见没有？你们敢违抗命令，再不听，我放火烧了你们贼船！别放箭，别放箭！你们这谁是头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敢拦我们的船，知道这船里坐的是谁吗？哟，这不是周师爷吗？这半夜三更的，你怎么会坐在这种货船上呢？周郎，外面是谁呀？敢拦知州大人的包船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认出这是谁了吗？是知州夫人。你们几个吃了豹子胆了？知州家的船都敢拦？这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呀？敢拦知州家的船？哎呀，这不是袁通判袁大人吗？怎么你也在这儿？巡查关卡，以防盗贼逃窜、赃银流失。范大人这几天不也为这事儿忙活吗？哎，奇怪了，周师爷，怎么今天晚上会陪着知州夫人乘船远行呢？袁大人，只因我娘家老母病重，助我连夜赶去，恐怕是见不到最后一面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这样，这倒是件急事儿。胡不斗，你上船去看一看，马上放行。既然是奔丧，不会有什么东西的，去吧。是。大人，船上装了好几个大箱子，很沉，里面不知装的什么，让我打开看看。哦，既然是奔丧，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箱子？知州夫人，你自己说说，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我可以打开看看吗？哼，我带什么回老家，还用得着你管？知州家的船，我看谁敢打开。周郎，走，开船。等一等。是啊，在加州境内，的确没人敢动你们家的东西。不过，眼下在加州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大案，惊动了皇上。一位执掌生杀大权的提刑官宋大人，难道他也不能动你们家的东西吗？啊，宋大人，请吧。宋某深夜出游，没想到在此得遇范夫人。宋大人，您就让我这船快点过去吧，我还得赶回去看我老母最后一眼呢。
哦，既然范夫人有事，袁大人，那这样吧，那就任意打开1、2口箱子，随便翻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听见了吗？宋大人说了，让你们上船检查检查。是，请上岸。袁大人、宋大人，全是银子。我的银子，银子！哎呀！都是你那外甥出的好主意，害得我们在这丢人现眼呐！周朗呢？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他一看见出事儿，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宋提刑，宋大人，这些银子都是我自己攒下来的，绝非偷盗之物。我范某斗胆也不敢跟江洋大盗联手作案呢。宋大人，您新明入境，办事公道，这谁都知道。您可要凭良心替我范某说句公道话呀。范大人，你是说这么多的银子都是你积攒下来的？是我为官多年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本想运回老家。宋大人，经过查点，一共是233400两银子，跟失盗的银数有多无少。范大人，你一个知州1年的俸禄是多少？你哪来这么多的银子？就算是你的积蓄，你干嘛半夜要装船偷的运走呢？我是怕搜查到府衙内，我真是倒霉透顶，有口难辩呐。宋大人，这20多万两银子都在这儿，银子的来由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，再加上你又不方便审讯这位朝廷命官，干脆咱们上报朝廷，请求裁定。这老爷，元兄，好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好。你干什么？实在是对不起了，无愧也是奉主人之命，不得已呀。无愧，你我一向亲如兄弟，怎么，你今天要杀我？你不是要逃回老家吗？我就送你上路。你好啊，请进。大姐，哪个屋子闹耗子？是这边的屋子。哦，这里面呀有很多稻谷，耗子常出来闹，你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这门上着锁呢，有什么办法吗？没关系，我来。好，像这种老屋子啊，把这门轴一提一拉就可以了。哎，大姐，你看，这就是给耗子咬的，我给你在这儿放一个。啊，这个给您放在这儿吧。好的。有了这个就一定能捉住耗子了。大姐，我得先告辞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站住！干什么？我来找袁大人。找他干什么？我有正事儿需要当面对袁大人说，耽误了你担当得起吗？姑娘，跟您说实话吧，今天可真邪了门了。太阳都出了2竿子高了，还没见过哪位官员进衙门办公事的。要不，我领你去后院探问一下。好吧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叫子玉，是弹琴卖唱的艺人。原来你在暗中打探他的事儿。不，我从不打探他的事，是他自己告诉我的。你没想到吧？每次他从你那儿回来，他都要细细地跟我描述一番，说你是如何的美若天仙，说你的肌肤如何的光滑细腻，还有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让他多么的快活，如癫如狂。你很奇怪是不是？这简直不可想象。哼。确实长得不错。他的眼光不错，相中的女人果然是百里挑一的美人坯。柳眉杏眼，细皮嫩肉，一把掐得出水来。怪不得他那么喜欢你呢，老想着去那小宅院，钻你那香喷喷的被窝。你一定很记恨我。哼，记恨？我为什么要记恨你？你才跟了他多久？才跟了他多少年？我在他身边已经10几年了，你可没我了解他这个男人。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，他需要我在他身边服侍他，就像喜欢钻你的被窝一样。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，聪明、能干、能吃苦，他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弄到手，他从没失败过。你能攀上这样的男人，算你有眼力，算你运气不错。可是这回事情闹大了。没关系，他会想办法解决。官场上的事用不着我们女人去操心，你我只要备好衣裳被褥，管好儿女，让他有吃有喝，让他在女人身边得到快活就行了。这就是我们做他身边女人的分内事，对不？我不知道，我算不算是他身边的女人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能不能做到你说的，成为他的那种女人。我见到那个箱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在我住的小院里，袁大人跟我说，那是他给乡亲们买的稻谷，他骗了我。他也对我说了，那箱子是他放在那儿的。这事儿，除了他，还有谁能做得出来啊？只有他这样的聪明人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。你是说，这件事是袁大人预谋好的？唉，别太担心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丈夫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，绝顶的聪明。天哪，我遇到了什么人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大箱子呀！这么多都是银子，对，这都是，这得多少银子呀？就是他们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，老头子？哎呦，老头子，怎么了？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老头子，让开！官家的银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箱子装什么呀？装的什么？都是银子，全是银子，20万两银子。不会是失盗的银子吧？肯定就是，20万两银子找回来了。哎，你们看，
范知州夫妇怎么这副落魄相啊？像是被衙役押解。会不会是知州夫妇？他窃贼是知州大人，他可能吗？哎，范大人，这银子是你偷的吗？范大人，就是他呗。众爱卿，加州库银失窃，既然如此结局，朕感到十分意外，也颇感为难。臣以为，加州正在紧急稽查失盗库银20万两，知州范方偏偏在这个当口半夜3更偷运20余万两银子出境，这就足以认定是私运赃银脱逃。身为朝廷命官，却与江洋大盗里应外合，监守自盗，其罪不可赦。圣上，切不可姑息养奸，心慈手软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圣上需痛下杀手，对加州知州范方严惩不贷。范方他虽然私藏银子，但是也未必就是赃银啊。皇上，范方任职加州才6、7年而已呀，知州1年俸禄也不过1000余两银子。若非是赃银，那20万两银子是贪污受贿还是敲诈勒索啊？皇上，是否要再立一案，再审再查呀？圣上，倘若范知州那20万两银子并非赃银，那岂不说明宋提刑和袁通判办案有误喽？反倒让他们2位落了个不是，犯了诬陷之罪。薛爱卿，你的意见如何？圣上，薛某也颇感为难呐。宋慈和袁杰为追缴失盗银两，尽心尽力，终有所获，功过自明，不可让2人身背诬陷之罪呀。可是，朕是知道范方他的品行为人的。他虽然贪财，却胆小怕事，谅他没有胆量和江洋大盗勾结成奸，盗取官银。薛爱卿，还有没有别的解释？圣上，这也是薛某百思而不得其解之处。元兄，宋兄，元兄约我上山，所谓何事啊？好像已经过了踏青时节了吧？宋兄有所不知啊，袁某在加州当通判这几年，每逢大悲大喜，都要骑马到这山上。你看这今天天色晴朗，此时登高远望，可见一片大好风光啊。那元兄今日是大喜呢，还是大悲啊？你我彻夜未眠，辛苦劳累，终于截获了失窃的库银，查得元凶，这是大喜之事。难道咱俩不应该喝一杯，庆贺一下吗？来，宋兄，来把这杯酒喝了。元兄，宋慈心中有不解之惑，内心惶然，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。宋兄，有何不解呢？依元兄看，我们只要截获了这20万两银子，就可一了百了，高枕无忧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我都做错了？那就应该让这20万两银子偷偷地运出加州，逍遥法外，此案永无了结。袁某真是大惑不解呀！元兄，其实你比我更清楚，那范方贪婪成性，妇孺皆知。几年加州知州做下来，搜刮的民脂民膏不在少数。据说60大寿便做了2回，做寿那天送礼之人络绎不绝。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他能积攒20万两银子，不足为怪。你这样为他开脱，
莫非范方在私下给了你什么好处，或者京城的哪位高官、朝廷的重臣有所托付，要你力保这位姓范的皇亲国戚过关？不会是这样吧？元兄，难道你不认为我说的是实话吗？只是我这个实话上不了台面罢了。此话怎讲？按常理，一个知州年俸不过1000余银，无论怎样积攒，也不会有20万两银子。而元兄此案的呈文递上朝廷之后，众臣协议必认为此钱有问题，不是偷盗，便是受贿，皇上必然会受罪于范方，而银子也会上交国库。可是这样，是吗？你这么说，我们俩做下此事，不会因为得罪了皇亲国戚而落得个诬陷之罪吧？你从来没有为此事发过愁，袁大人。皇上要顾及亲情，但在众大臣面前，也不会执意而为。我想可能会找个由头，免范方死罪，然后以一种比较圆满的方式解决此案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圣上、你、我都可功德圆满，也就是范方受点委屈，银子上交国库就是了。宋慈嘛，可以另有升迁；你袁杰呢，破案有功，当然也可以另有褒奖，或者干脆取代范方做这个嘉州知州。袁大人，由此可见，你做事还真是一石数鸟，皆大欢喜呀！宋慈，你上来。5年前，我来到这座小城，为了他，我日夜操劳，费尽心血，才使得嘉州城商贸兴旺，百姓富裕。我还要向朝廷每年上交税银达30万两。我敢说，这5年内，我没有拿过客商的1两银子，没有拿过百姓的1个铜板。而范方自从当上这个知州，他什么事不做，捞足了钱财，想一船运走银子20万两。我能让他轻轻松松的这么溜走吗？你说我能吗？袁大人，我来嘉州之前，便听说袁大人做这个通判尽心尽力，为一方百姓造福颇多，功绩不小。等我来到嘉州，看到袁大人节衣素食，身居陋室，不思享乐，宋某万分感动，以为您是难能可贵的国家栋梁之才。袁大人，可是当我介入此案以后，此案如此盘根错节，如此扑朔迷离，种种迹象，条条线索，都指向了一个最不应该犯罪的人。袁姐，这实在是让人大为失望，心寒之极呀！做此事的人，阴险毒辣，手段残暴，比范方的无能与贪婪有过之，无不及。那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？你说我指的是谁？总不会你怀疑是我吧？以我袁某在嘉州的为人，在百姓当中是有口皆碑，谁人不晓？你总不能说我是个阴险邪恶之人吧？袁大人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袁姐，当此天地之间，就你我2人，你敢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吗？此心可昭日月，你敢吗？宋慈，你到嘉州，无非是为了查案，说到底是为了皇上的20万两银子。现在这20万两银子已经交到皇上手里，现在是满朝上下欢庆，皇上欢喜，你功德无量。你嘉奖提升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为什么苦苦相逼，紧追不舍呢？
我不过是想还加州百姓一个公道。公道？你到加州城里走一走，去问一问，在百姓当中有谁说这个案子断得不公，都因为除掉范方这个无能的贪官而欢欣鼓舞，这不是公道又是什么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皇天在上，冤魂在下，案情不明，是非不清。袁大人，你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民心不可欺。九泉之下的冤魂，如何能放得过你这为非作歹之徒？宋曾，你口口声声有为非作歹之人，残害无辜，那么你把事情说清楚，把证据拿出来。我说不清楚，也没有证据，但不证明此事就没有，更不能证明设计这局豪赌的人就永保圣果。你既然说不清楚，又拿不出证据来，就不必再说。你这是自找烦恼，是吗？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是与非，曲与直，总会有朝日天下的时候。袁大人在此好好欣赏风景，宋慈不奉陪了。宋曾，宋曾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子玉也是在劫难逃了。你果真要离我而去？我已经准备好了行装，打算永离是非之地，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苦度余生。就为这点事儿，你就心生绝念？不过你我往日情谊，也不想再回头了。子玉，心灰意冷，覆水难收。子玉，我望你三思而后行，你不要逼我太甚。是我逼你吗？哼，袁大人，你把自己说得太委屈了。子玉不过是一个弹琴卖唱的小女子，如浮萍一般四处漂泊，无依无靠。本想寻找一棵大树寄托此生，谁知这棵大树的内心已枯朽不堪，行将倒塌。小女子还如何靠得？你错了。袁某的苦日子快过完了，用不了多久我就鸿运高照，平步青云，仕途坦荡，前途无量。子玉啊，你跟着袁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你就不用再四处漂泊，再弹琴卖唱了。子玉虽是一弹琴卖唱的艺人，却心比天高。多年漂泊，只为寻得知音，相依相伴。荣华富贵非我本意，纸醉金迷，苟且偷生，虽生犹死。你这个女人真是捉摸不定。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就不该跟你。可悲！我子玉自视清高，却被一叶障目，如今陷入泥潭，看来已是不能自拔了。袁大人，你想怎样处置子玉？悉听尊便。看来你是铁了心了，想离开我。玉心已碎，何必再求瓦全？子玉，你真糊涂啊！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完全是为了前途所迫，名利所累。自古以来，
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你一个小小的女子，本来是局外之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，这么苛刻？不对。人活在世上，就应该活得坦荡，活得问心无愧。若为名利，为一己私利，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行不端之举，做歹毒之事，如此，虽得一时荣耀，片刻欢愉，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虽生犹死。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住嘴！你这是在诅咒我！你骂我行尸走肉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不要逼我，不得不做恩断义绝之事。那你就来吧，我等着你下手呢。你走吧，我下不了手。那我可就走了。哎，大人，街上怎么没人呢？可能是到河边看热闹了吧。快走，晚了就赶不上好戏了。加州知州范方何在？各位大人，卑职在。加州知州范方，通判元节。接诏，革去范方知州之职，遣返原籍，永不录用。通判元节，接任加州知州之职。以示褒奖，钦此。谢圣上隆恩。范方谢恩。谢大人，谢谢各位大人，谢谢。哎，宋慈呢？宋慈不是来加州查案的吗？人呢？是啊，他在哪儿呢？冯大人来了，怎么这副模样？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岳父大人，你这奉旨查案的提刑官怎么这时候才来啊？各位大人，宋慈昨夜勘察线索，一夜未睡，又淋了大雨，所以狼狈不堪。迎接各位大人来迟了，望各位大人见谅。见谅。这案子不是早破了吗？你这提刑官彻夜去查这案子，到底为什么？哎呀，兴许还有一些未了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呢。正是，宋大人为了此案，那真是竭尽全力，废寝忘食。袁某是大为感动，深为敬仰。宋大人，为了此案，你我携手合作，那是十分融洽，望几位大人在圣上面前为其请功嘉奖。此话有理。各位大人，此话有理。宋慈有话要说。宋大人，你看这样，各位大人要不先回州衙检查一下那20万两银子，好将其收归国库，运回京城啊！对，检查20万两银子，此事要紧。走。各位大人请，各位大人请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20万两银子失而复得，了却了我多日的牵挂。哎呀，这下我悬着的心呐，今天总算放下来了。好，银子收回来了，国库充盈，国力强盛，圣上一定会十分高兴。袁通判，你任加州通判数年，治理有方，薛某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才学出众，品行上佳。好，
接任知州以后，你要再接再厉，不得懈怠。在下绝不辜负薛大人和几位大人的重托，从此一定要竭尽全力，为朝廷和百姓效犬马之劳。好，哎呀，宋慈，你和袁杰通力协作，终有圆满结果，圣上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大案结了，就随我等一同回京，如何？岳父大人，关于此案实情，宋慈有话要说。哎，有什么话到船上再说也不晚了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今日我等一同赶回京城，装银子吧。好，还是装银子要紧，我马上派人去抬箱子。对，赶快派人把银箱子都搬上船啊！快点啊！慢！宋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各位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宋慈只好实言相告了。宋大人，你不要让几位大人太扫兴，更不能让薛大人脸上太难看了。既然你我是同科进士，你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。袁通判，我身为提刑受命于皇上，岂可为了颜面不顾大是大非？各位大人，加州库银失盗一案，疑点多多。库银失盗一案，主犯公孙健身受酷刑被割舌而死。所谓犯方窝藏官银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袁大人，这20万两银子真的是失盗那20万两吗？此案疑窦丛生，跌宕起伏，恐怕袁通判袁大人也无法自圆其说。各位大人，此案有莫大的冤情，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。宋大人，你这话说得太危言耸听了吧？那你向几位大人说说，此案有什么冤情，又有什么阴谋？好，据袁通判呈文所言，主犯公孙健勾结外道，里应外合，趁天黑一次性盗走官银20万两，窝藏在这犯方家中。试问，库银重地，那是有官兵把守的，既有盗贼，官兵何在？难道都是木偶泥胎？居然没有人受伤，也没有人报案。20万两银子窝藏在府衙之地，难道这不是怪事吗？你们几个过来跟我！哎，快点！哎，快点跟我挖！快点！快挖！他这一说，倒是有些蹊跷啊。哎，宋慈啊，你接着说呀！啊！盗贼既走，谁人能证明内贼就是公孙健？公孙健被捕入狱，严刑拷打，死去活来，而且被割掉了舌头，堵其喉管，使其发狂而起，自撞墙壁而死。试问，如果要是缉拿同党，那是要留下活口的，不但没有留下活口，而且割其舌，堵其喉，逼其自枪，是何用意？你胡说！疑犯既死，案例需验尸备查，加州衙门却趁夜黑人静之时，偷偷埋尸于荒野，未作坟堆，亦无标识。多亏牧童窥见，才找到了公孙健的尸体。宋慈验过其尸，惨状令人发指。各位大人，这里有验状在此，请各位大人过目。竟有此事！袁大人，你说呢？宋大人，公孙健被捕及受刑，是得到知州范大人同意的，他的外甥周郎也参与了审讯，并非袁某私自所为。即便有过，那也是手下狱吏用刑不当，不能说公孙健是蒙受冤屈，故意掠杀。吴奎，在，可是这样啊？
这都是周郎吩咐在下所为，实在是出于无奈呀。那周朗呢？这人已经逃之夭夭，没了音信。冯大人，周朗不过是个小角色，他不重要。公孙健的冤情，该由他妻子来作证。来，带公孙期。这。他是个疯子，他的话怎么能信呢？元杰，你与我丈夫公孙健以往以兄弟相称，关系较为密切。可是，只因他不肯屈从你的指令盗取官银，你竟把他陷害入狱，毒他致死。我儿也被你们无辜的杀害。我只有整天装疯卖傻，才逃过一死。袁大人，你让我看看你的信到底是什么做的，是什么颜色的？你还我的儿子啊，袁大人！各位大人，他是个疯子，他的话不能信呐！真疯假疯，你让他说完嘛！你急什么？你大胆的说吧。我丈夫虽懦弱胆小，但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。前几次，袁大人以借为名，从库中拿走了10万两银子，都尚未归还。我夫心急如焚，却又不敢直言。他只有私下将银两的数目记在账册上，并存留借据。可是，一天夜里，他告诉我，袁大人这次连借据都没有写，又拿走了10万两银子。他这样做事，必有败露的一天。我身为苦奸，必受其连累，只怕难逃一死，所以他留下了账册，以示他的清白。我夫的话不仅又被言中。那天，胡捕头突然登门，说袁大人请他去东城某处，有要事相商。我夫心有疑惑，可是，在胡捕头的再三催促下，他不得不随其出门。临走时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官人。”官人，快要下雨了，你要好好照顾院子里这株牡丹花。官人，那时我并不清楚伯父的话意，后经宋大人手下提醒，才从我家那株牡丹下面挖出了他埋于地下的账册。各位大人，公孙健写的账册现已取出，目前在我身边，账面记得清清楚楚，何人索取，何日何时，取了多少银子，笔笔清晰，总共是20万两官银。这里还有袁通判亲笔签署的借据数张，请各位大人过目。慢，这是公孙健的委托之物，不足为信。薛大人，
袁某入仕以来，整天忙于公务，不图享受，生活清苦，持之以恒。宋大人，你也到我家做过，你对袁某大加褒奖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，我确实去袁通判家做过。家贫如洗，身无长物。当时宋某是万分感动啊！我还说天下官员要都像你这样，哼，那真是大宋的清平盛世。既然如此，袁某何来贪婪之心？斗胆私吞官银，那是洋洋20万两啊！大人，袁某一家3口只需平房3间便可安息，1日3餐只需粗茶淡饭，便已心满意足。我要那20万两银子有什么用？再说，我又能把那20万两银子藏在何处呢？各位大人，昨天我手下的一差到我府里去，里里外外就是挖地3尺的搜查了一遍。我家的家产只不过10余两，难道还要我变出这20万两银子吗？明明范方那儿查出来20万两银子，你却说那不是赃银；而袁杰家徒4壁，你却说他藏了20万两银子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如你所说，可有真凭实据吗？袁通判做事小心谨慎。袁通判，整个案情过程当中，你也就是在杀江洋大盗这一项上稍不留神露出了马脚。不杀一帮江洋大盗有何过错？你杀的那些人真是江洋大盗吗？你说是什么人？我验过尸，其中有诈。经仔细检验，那几个被杀之人脚底板宽大如扇，脚趾散开，且有厚厚的老茧，这说明是常年站立船板所致。手上也有老茧，这是常年收放渔网勒刻而成。所以说，那几个所谓的江洋大盗，不过是几个老实巴交的渔夫罢了。胡捕头何在？宋大人，你枉杀无辜，该当何罪？宋大人，我是奉命行事，不得不为啊！求宋大人饶命，饶命啊！袁杰，你也是贫苦人家出身，那几个渔夫养家糊口、捕鱼为生，与你何仇何怨？你将其乱刀砍死，还扣以恶名暴尸郊野，你良心何在？事到如今，还有何话讲？宋大人，我袁某查案心切，手下有失误之处，在所难免。哎呀，宋慈啊！本案中的是是非非就不要扯得太远了，要紧的是20万两银子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宋大人，你说我盗走了库银，那么你知道我把库银藏在何处了吗？按说要找到你藏的东西，应该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无独有偶，巧得很，我还就是在加州找到了你藏匿的银箱。你胡说！袁杰，我曾经对你说过一句话：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虽然你做事谨慎，但难免百密一疏，功亏一篑。各位大人，你们这次来加州不是要收取官银吗？巧的是，宋慈在加州某处也收取到一批官银，咱们一块儿送回京城，岂不更好？真有此事？哎呀，宋提刑说有，想必就有啊！能多收些官银，这不是更好吗？啊，走，咱们跟着宋提刑去看个虚实。走。走。袁大人，是你在前面带路啊，还是在后边跟着呀？既然宋大人说有，当然是你在前面带路，我在后面跟着，只是看看热闹罢了。好，各位大人，请。请。
是，哎呀，这是库银啊！这12个箱子，约有10万两吧？袁大人，你说，这银子哪儿来的？而且用的都是库银的专用箱子，快说！各位大人，在下实在不知道这里会藏这么多的银子。或许宋大人会知道这些银子从何而来呀？袁大人，这银子你不想要了吗？这可是你煞费苦心得来的官银呐！我从来就没来过这儿，宋大人此言真是无稽之谈。袁大人，难道你不认识这个院子了吗？这不是你和卖唱的子玉租的后宅，你们俩在这互诉衷肠，你总该记得吧？哼，真是无中生有！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弹琴卖唱的女子，我家有贤妻，哪来的什么相好呢？子玉，子玉，你听到这个男人这样说话，恐怕更寒心了吧？子玉，你还活着？子玉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袁大人，你好狠心啊！子玉对你一片真心，视为知己，同为帐内，互诉衷肠。只因我偶然发现了这些箱子，你就不顾往日情谊，痛下杀手。幸亏得与这位恩人相救，否则子玉现在早被鱼儿撕得粉碎了。这位姓袁的大人也真够心黑的了，他用铁蛋打昏紫玉姑娘，扔到河里，想沉尸灭迹。幸好是宋大人让我暗中跟踪这个姓袁的，才把事情看得一清二楚，救下了紫玉姑娘。各位大人，库银失盗案至此已然告破。所谓公孙健勾结外道，纯属弥天大谎；范方窝藏赃银，也是无稽之谈。真正的凶犯是这位袁杰袁通判，是他监守自盗，栽赃他人。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大人，小的一时财迷心窍，犯了大错。王大人，放学生一马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大人，宋大人，看在我们平时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！大人，饶了我吧！大人，来人，在，把袁杰抓起来，关进囚车，其余涉案官员一并拿下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天不助我，上不了天堂，便下地狱。袁杰认命了。带走，走。他爹，袁杰这一生已经完了，你还得活着。还有儿子，让儿子好好读书，长大以后考状元，再当官。儿子，听为父一句话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我喜欢吃的炒黄豆，你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拿来吧，我想吃。爹，不好，袁杰服毒了，赵捕头，快！慢！
独以公心，来不及了。他自知罪孽深重，以死谢罪。对于一个必死之人，就好好让他上路吧。宋子，来一下。哈哈哈！这就是我薛某的女婿，看看，当年莫名其妙的非要请名外任，一别数年，竟一次也不回京来看看我这个老丈人，于情于理，你可都说不过去呀。岳父大人，您叫小婿来，应该是有话要说吧？今天不谈别的，只谈一件事，为父一直想把你调回京城。这次加州官银失盗，我向圣上保荐你来查办此案，你果然不负众望。岳父大人，此时此刻您说我不负众望，追回官银恐怕还为时尚早。不是已经结案了吗？20万两官银只追回10万两，这案子能结吗？宋慈啊，宋慈啊，查案事宜，你才华出众，无人能比。但是对为官之道，你怎么就不开窍？有的案子要一查到底，否则的话就会应了那句话：打狼不死，必遭狼咬。可是有的案子，你就要适可而止，不然的话就会自陷泥潭，难以自拔。所以在官场上混，你要审时度势，什么该一查到底，什么该适可而止，这比查案本身更重要，你懂吗？不懂。你是真不懂，还是给我装不懂？岳父大人何不明示小婿，什么案子该一查到底，什么案子该适可而止？这让我一句话怎么能说明白呢？你比如说这官银失盗案，现在案情已经查明，主犯又伪罪自杀，你又多为朝廷查没了10万两银子，圣上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那这么说，就可以适可而止喽？你要继续查，有线索吗？即使有，你知道在这10万两的背后是一口什么样的深情？你又能查得出什么结果的？不就是还差10万两吗？10万两啊！岳父大人，你怎么就那么不当数呢？人都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你查什么？对，死无对证，死无对证。我宋慈这一辈子遇到过无数次死无对证，没想到这一次是出自岳父之口。站住！宋慈啊，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为父的一片苦心呢？我这都是为你好。世事险恶，人心莫测，官场清杂，党同伐异。等你进了京城，当了京官，你就知道该有多难了。岳父大人，我知道您为我进京的事情费了不少心机，但是我放任外省已经自由惯了，小婿告辞了。站住！你到哪儿去？我去做我的外省乡巴老官，逍遥自在去。宋慈，我的话你敢不听？皇上的圣旨你也敢抗逆？你真是个恃才傲物的歪才！驾！驾！大人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。你要是想问宋某为什么和老丈人心有不和，那你趁早还是免开尊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的家事。大人，那年在京城西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些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才觉得有些奇怪啊。奇怪什么？当时大人是大理寺正六品主事，有一个女人在你的眼前投河自杀。按大人的性格，本来一定会寻根究底的，可大人不但不闻不问，还执意请命外任，远离了京城。10多年来，您一直不愿意回京，
难道是？宋某对那位无名氏女人之死不闻不问，是因为那妇人的确是自杀。更何况有众多高官在场，宋某无意承认。当时的确有很多京畿大员在场，其中就有您的岳父薛大人。英姑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也许是多疑多猜了，但这也是跟着大人太久之故。对心有疑问的事，就喜欢刨根问底的。好啊，英姑，你不是喜欢刨根问底吗？那我派你去办一件大事。啊？袁杰虽死，但是还有10万两库银下落不明。我敢说，袁七那个人看似木讷，实际上比谁都有心计。大人，您的意思让我去追踪袁七？对，大人，这太危险了，要去也是我去啊。没事儿，你太小看英姑娘了。估计对付女人，英姑比咱们俩强多了，是吧，英姑？大人，您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绝不会说半个不字。您就别用这种小孩的激将法来对付我了。好啊，告辞。驾！千万小心，快去快回。我要是不回来呢？你要敢不回来，我就不饶你。驾！这丫头乐什么呢？乐大人说错话了呗？怎么了？你说他不回来，你就不饶他；他不回来，你还怎么不饶他？看来是我词不达意了。